虎，不要忧伤啊！不是所有的熊都有媳妇儿，就你没有，他们也没有啊，他们也没有媳妇儿啊。对，哎，对他们也没有媳妇儿。你小白奶爸疯了！我告诉他没有媳妇儿，你在这说你有，你走开。这个讨熊嫌的奶爸就是金虎的小白奶爸。明明金虎已经在奶妈的安慰下，心情逐渐由阴转晴，小白奶爸却对着他炫耀自己有老婆，这分明是直戳金虎的痛处啊！也正是因为金虎的奶爸们说话都欠欠的，所以金虎对待他们的态度和奶妈相比是截然不同的。这天阿丽奶爸又过来和金虎吵架，阿丽握着金虎的手，一直在那逗他。金虎也不甘示弱地进行回击，等到阿丽松开金虎的手，金虎立刻把手抽回来，一脸嫌弃的在那舔。哎呀，还闻闻手，哎呀，笑不过，嫌弃你。阿丽有时候还会威胁金虎，挠我啊！你还挠我？你挠他，我又没人知道吗？但是金虎这方面一点都不带怕的。金虎内心 OS： 我什么身份？你敢饿我一顿试试看？而且每次阿丽来逗金虎，奶妈都会在一边给金虎帮腔。你到现在都晚上了，我晚饭都吃完了，拿午饭来吓唬我。你说阿丽，你给门开开，咱俩决斗。我不跟你决斗，金虎最后哼的这一声，真的能听出来金虎的嫌弃。阿丽还欺负金虎不会说话，只会用恩来回击他。于是阿丽就想了个损招，问金虎是不是喜欢他。你看你说的是喜欢吗？没戏能感觉。把金虎急得都恩出了杀气。还有一次是阿丽拿了个锤子放在金虎的圈舍前，给他一顿吹嘘，说是什么雷神之锤，威力无比，然后就一直在那念叨个不停。金虎实在是听不下去了，就伸手去拿锤子，打算给阿丽一锤子，让他赶紧闭嘴，把阿丽吓得的赶紧把锤子拿走了。但阿丽奶爸虽然爱逗金虎，但也很爱他的好大儿，他亲手给金虎做了很多的玩具，有木马，也有纯手工自行车。也许这就是奶爸表达爱意的方式吧。只是奶爸的爱意在金虎这里很难活过3天，就被拆得稀碎了。没有的，气得艾女士都想把他回炉重造。这么看来，灰灰泪符不是说着玩的，两个都是不省心的废头子。看来只有小田瑞这个小棉袄是不漏风的。到时隔4年，双双和兰香再度重逢的画面，才知道他们之间的感情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深厚。这天是双双率先认出了隔壁的妈妈，一直趴在交流窗口看向正在吃串串的兰香。当时兰香也只是好奇的回头打量了一下隔壁这个偷看她的小孩，还是自顾自的吃着，并没有靠近。虽然平时的双双都很霸总气质，但她这次真的显得好乖。不知道双双等了多久，兰香才慢慢的走向了交流窗的方向。在母子俩对视的那一刻，他们应该就已经认出了对方。母子俩互相嗅闻着彼此的气味，也都在尽量的靠近。此刻他们或许在倾诉着对彼此的思念，可能是久别重逢太过激动。没过一会儿，双双便走开了，趴在交流窗旁边的草地上独自 emo。也不知道此刻的双总是不是在哭鼻涕，而兰香则是一直守在交流窗前。虫虫发现了哥哥的不对劲，跑过来让哥哥背背，但双双很显然并没有心情和弟弟打闹。虫虫见状便爬到木桥上独自玩耍了。而此刻的双双好像想到了什么，再次回到了交流窗口前，空出了他的右半边，还示意妈妈看向虫虫所在的方向，似乎是在告诉妈妈那个就是弟弟。他平时有些调皮和贪玩，看得出双双的情感真的非常细腻了。最令人想不到的是，第2天双双真的把虫虫带到窗口前，他们还打包了笋笋过来，一边吃一边坐着等妈妈。但遗憾的是，兰香这次没有赴约。不过来日方长，他们现在住在隔壁，总能再相见。然而像这种母子间的久别重逢，在虫洞也不是第一次上演了。嘉月月回到虫洞刚展出时，元芳就把他安排在二顺的隔壁。第一次看到二顺的嘉月月直接愣在了原地，他当时估计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时隔5、6年还能再次见到自己的妈妈。所以当二顺也认出他过来贴贴时，本来在树上玩耍的月月飞速下树，跑到二顺妈妈的面前，开心的手舞足蹈，感觉此刻他的喜悦都快溢出屏幕了。二顺坐在玻璃墙边吃饭，嘉月月也要坐在地面看着。平时母女俩也会坐在交流窗前，一聊就是好久。虫洞的这些暖心操作也是真的很圈粉。星星到底背着大家还藏了多少宝贝？丝血仔一经展出，立刻引起了大家的关注。大大的朵朵可以和秦岭的秦大朵一较高下了。而且小家伙虽然刚满1岁，这打包本领可以说是遥遥领先。只见丝血仔叼着一根比自己身高还要长2、3倍的竹子，摇头晃脑地往树上爬，看着身形肉眼可见的壮实。只是小家伙打包到树上也不吃，一直用嘴叼着，小舌头还一卷一卷的，真的害怕孩子的嘴累得慌。不过网友们看到小家伙打包竹子的这一幕，纷纷评论说像是孙悟空拿着他的金箍棒。而丝血仔之所以如此厉害，可能与他显赫的家世有关。
他的妈妈思雪是著名逃跑新娘白雪老祖的女儿，他的爸爸冰城是汪家和医保的儿子，是名副其实的双野二代。所以思雪仔的外婆爷爷奶奶都是野生大熊猫，也正是因为妈妈思雪和爸爸冰城的缘故，大家也叫他蜜雪冰城。如果蜜雪冰城这都不冲，那可真就太可惜了。思雪因为吃的实在太胖，四肢又很短粗，被奶爸奶妈形容说是像一座山，而且即便现在已经18岁了，依旧是圆滚滚胖乎乎的，甚至比他刚满1岁的孩子思雪仔看着还要奶。而冰城因为血统优秀，长得又很帅气，被很多女熊的亲妈粉上门提亲，也因此被大家称为国民女婿。冰城还有一个独门绝技，那就是他会太空步。看他跳的这几下是不是很丝滑，小屁股也是扭得飞起。据说他总用这招取悦女熊。福宝在没展出前，冰城还住过他的隔壁，据说整天对着福宝咩咩叫，不知道他有没有给福宝跳上一段。思雪仔的哥哥姐姐也很优秀，他的哥哥雪宝雪大头，后肢力量特别强大，站立的时间可以长达半分钟以上，感觉只要吃的管够，他都能跟着奶爸绕场1周。他的姐姐映雪在2017年已经成功放归野外，所以思雪仔也注定是不平凡的存在。美奶妈一声呼唤，便主动交出崽来。小丫头到底有多信任美奶妈？那年小丫头临近生产，剧烈的阵痛让她蜷缩在角落，而看到如此难受的小丫头，美奶妈便不顾自身安危，近身照顾，用手抚摸着小丫头的肚子，帮她缓解疼痛。而小丫头则是轻轻地环抱住美奶妈胳膊，慢慢地依偎在上面，还会时不时地舔舐美奶妈。这一人一熊的相互信任真的太令人动容。当小丫头顺利产下2只幼崽后，即便已经满身疲惫，也会在母爱的驱使下，第一时间抱起孩子进行舔舐。而在一旁目睹这一切的美奶妈则是满眼心疼，轻轻地抚摸小丫头的脸颊，安抚她。刚生完宝宝的小丫头食欲不振，不思饮食，美奶妈就抱来新鲜的竹笋，细心地剥掉笋皮，一点一点喂她。俗话说真心换真心，小丫头从小便由美奶妈照顾，陪着她长大，如今又照顾她的孩子，他们彼此之间早已将对方视若家人。所以当别的饲养员还需要拿旺仔蜂蜜水来换幼崽时，美奶妈只需要一声呼唤，小丫头便会主动把幼崽送到奶妈面前。因为她心里明白美奶妈一定会像从前照顾她一样，照顾好她的孩子。而当看到前来换崽的不是美奶妈时，小丫头则会警觉起来，立刻抱起幼崽背对着奶妈，即便拿来蜂蜜水交换，她也会伸出手来进行婉拒。由此可见小丫头内心深处有多信任美奶妈，而美奶妈也会爱屋及乌，对小丫头的孩子多一份偏爱，会和别的奶妈争论不休，只为自家崽争一个最乖宝宝的头衔。你是最乖的，我们小新最乖，你是最乖的，小新最乖，最乖的，小新最乖，最乖的，我们小新最乖，你是最乖的，我们小新乖，他也不错啦，但是我们小新乖些，小新跟小儿长一模一样，乖。两位奶妈护短的样子可爱至极，果然都会觉得自家娃娃是最好的。看到是这样的一群可爱又默默奉献的人在照顾我们的国宝，真的心里满满欣慰又莫名感动。经验可以慢慢积累，但爱心真的是学不来的。芒仔这2天真的都快把嘴笑歪了。芒小五被长安启源认养，却乐坏了芒仔，不仅笑眯眯的一口气炫光了认养仪式上的大蛋糕，还要和芒小五抢他思熊定制的小汽车。芒仔怕不是以为长安启源认养的是他吧？母子2熊最近每天都在上演抢夺跑车大战，因为跑车的空间有限，母子俩同时坐进去难免有些紧巴。但不到1岁的芒小五哪里是将近300斤的芒女士的对手，任凭小五怎么扑腾，芒仔都纹丝不动，气得小五张大嘴巴一口咬住芒仔的耳朵。芒仔还是笑眯眯的，像是在说：“小崽贼，你咬到妈妈我呀，算是咬到棉花了哟。”随后芒仔一脚油门，车速飙起来，没有坐稳的小五挂在车窗外面摇摇欲坠。这母子俩这是上演了一波虫洞版的《速度与激情》啊！后来小五也学聪明了，他知道反正现在是不管怎么抢也抢不过妈妈，干脆躺在车前面，谁也别想开。这架